我是一名算命主播，一个打假博主盯上了我，说我靠封建迷信骗人骗钱。为了打假，他直播我下水捞尸的视频，还毁了我的祭奠仪式。水师成煞，产子未成，怨气冲天，人畜皆亡。他不知道自己惹下了滔天大祸。所谓算命，不过察言观色。福尔摩斯听过吧？他要是去搞算命，估计就是你们算命界的祖师爷了吧？看人家笑嘻嘻来就说人有好事，看人家愁眉苦脸就说遇到劫难了。主播，我感觉我也能算命，你说呢？视频中的男人眉眼周正，印堂却有些黑气。此刻他正对着镜头舌灿莲花，咄咄逼人，试图让我承认自己是个江湖骗子。我叫陆灵珠，是一个网红，也是一个道士。每周我都会在闲暇时在网上直播给人算命。而今天和我连线的，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打假主播林斌。林斌的粉丝比我多很多，他打假了一系列黑科技产品，揭露了无数黑心商家的骗局，甚至还解救了一个差点被电信诈骗的网友。很多网友对他评价很高，说他是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而他最近的打假对象就是我。主播不是说自己会算命看相吗？那给我看看呗。我皱了皱眉，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？林斌撇嘴一笑，我是打假主播，最讨厌的就是弄虚作假，你还问我要听真话还是假话？行吧，这可是你让我说的。我点点头，毫不留情地开口了，沽名钓誉，见利忘义，心狠手辣，好色下流。话音刚落，满场哗然。林斌的粉丝都气疯了，就连看热闹的路人都觉得我说的太过分了。我算是看清所谓灵珠大师的嘴脸了，一听人说自己骗子，立马就急了。不是谁的粉丝，但是这一波我站林斌，灵珠骂人骂的也太难听了，还算命大师呢，笑死人了。谁不知道林斌是所有女人最想嫁的老公？他女儿上幼儿园，每天都是林斌接送的，家里饭也都是林斌烧的，他可是好男人好爸爸的最佳代表好吗？不同于网友的义愤填膺，林斌只是无所谓的耸了耸肩，大家别激动，我打假时碰上过比这更过分的事情。那些被我打假的人，有打我的，砸我车子的，甚至还有拿刀砍我的。灵珠大师只是骂了骂我，在他们当中已经算是有素质的了，轻描淡写几句话就把我骗子的身份给落实了。网友们纷纷开口安慰林斌，评论区的局势一面倒地向着他。网上的事情真真假假，你以为真的其实是假的，而你以为的骗子很可能却是真的。我并没有把这些言论当回事情，网友远在千里之外，只靠一段视频本来就难以判断谁对谁错。大家别骂了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。灵珠大师既然号称自己道门正统，应该不会一直算错吧？没算准我的，不如算算我朋友的。林斌说完，他的镜头里就多了一个男人，胖乎乎的脸，看起来像个弥勒佛。灵珠大师不如算算他什么时候可以生二胎。这男的好像也挺出名，但是我很少上网，对一些网红博主并不太认识。之所以知道林斌，还是因为前几天下楼去小卖部买东西时，老板正在打自己吃臭豆腐的儿子，说那臭豆腐已经被林斌打假了，全都是科技与狠活。那老板打孩子打得有点激动，拿过手机硬塞我手里给我看，让我评评理，自己儿子该不该打。灵珠大师愣着干嘛？这是算不出来。弹幕很安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一时间竟然没人说话。我仔细盯着那胖男生看了半天，二胎。他仔细宫上青筋凸起，还有横纹贯穿，是命中无子的面相，连一胎都没有，怎么会有二胎？你他妈骂谁呢？那胖男生顿时激动了，气得脸都红了。刚才还沉寂的评论区也瞬间热闹起来，弹幕一条条飞快闪过，66666，连胖哥都不认识，还说胖哥命中无子，笑死人了。博主，我给你科普下，胖哥是很出名的生活主播，他儿子今年7岁，长得可漂亮了，跟明星似的。这就有点尴尬了，林斌眼泪都快笑出来了，他擦了擦眼角，灵珠大师连算2个都没算准，我看你还是停播吧。我没脑，反而好脾气地点点头，是要停播了，明天我有事情要去办，没法给大家算命了。直播间的老粉丝立刻问道，主播，你是去石桥头村的水库吗？对，这事情我记得，有个网友说他们村水库里漂浮着一具女尸，捞尸队去捞，死了2个人了，都没捞上来。那事情我也听说了，邪门的很，那女尸还是个孕妇呢，肚子看样子有7、8个月了。灵珠大师，你是要去捞那个女尸吗？天哪，你胆子可真大。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认真地回答网友的问题，我不是去捞尸的，我是去给她接生的。直播间有一瞬间的沉默，过一会弹幕铺天盖地飞起，林斌更是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，嗨，接生？给谁接生？那具女尸，见过吹牛的，没见过这种吹法的。你说你会算命，我忍了，说给死人接生，我真的不能忍。林斌有些生气，他一拍桌子站起身，双手撑在桌沿上，弯下腰靠近镜头，行，你去接生，我倒要看看给死人是怎么个接生法。我错愕地看着他，什么意思？你也要去？林斌双手抱胸，居高临下地看着镜头，我不但要去，还要在100万网友面前揭下你骗子的真面目。胡闹！我也有些生气了，这打假主播在网上骂一骂我也就算了，我不太在意网友的评论，
相信的自然相信，不愿意相信的，缘分到了也会相信。用宋菲菲的话说，人生就是一个质疑大妈、理解大妈、成为大妈、超越大妈的过程。年轻时信誓旦旦，觉得自己是最正确的，看什么都带着批判精神。等年纪大了，经历的事情多了，也就有了敬畏之心。石桥头村对吧？陆灵珠，明晚石桥头水库边，不见不散。林斌，你不能去，林斌。我刚喊了2句，林斌就挂断了视频。我匆忙下播，试图联系林斌，他放了几句狠话以后，把我给拉黑了。想到水库里那具诡异的女尸，我的一颗心直直往下沉去。那女尸在水库里漂了快1个月了，而且白天不见踪影，只有晚上才会浮现。村里人找了好几个捞尸的，很多一看到女尸的肚子，全摆手拒绝了。水尸怀孕，这是水煞呀！这个钱我挣不了，你们还是另寻他人吧。在接连被拒绝以后，村里狠狠心，直接开了20万的价格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有个捞尸人家里穷困，着急用钱，咬着牙带同伴一起下了水。当晚2人就死在了水库里。他们的尸体倒是在白天就被人捞起来了，只是那女尸依旧每天晚上漂浮在水面上游荡，非常吓人。我向朋友林瑞打听过消息，他是一个警察。那女尸应该是个外乡人，无名无姓，信息根本无从查起。他们捞不起尸是正常的，水尸怀孕，含怨暴煞。要想顺利捞起尸体，得先让她把腹中的孩子给生下来。第2天下午，我带着宋菲菲开车朝石桥村赶去。那傻逼林斌不会真来直播吧？要我说，你就是太客气了，他来了直接大耳刮子抽他就行，惯得他。宋菲菲对昨天直播时他去上厕所耿耿于怀，再三表示今天如果见到林斌，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也许不会来吧，下水捞尸这么吓人，我估计他也没那个胆子。闲聊间，石桥头村很快就到了，村主任是个小伙子，还是个大学生村官。短短1个月，显然他的科学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。灵珠大师，你们可算是来了。我叫方耀，是村里的主任。哎呀，这尸体的事情可把我愁坏了。方耀是个话痨，嘴巴和水龙头开关一样，打开以后就没关上过。他喋喋不休半天，表示村里人都吓坏了，晚上都没人敢出门了。这水尸给村里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，现在我们就是他们全村人的希望。如果事情能顺利解决，他们村愿意给我送锦旗、送土特产、送钱。灵珠大师匆匆而来，晚上还没吃饭吧？来人，杀鸡宰羊，上好酒。村里人呼啦啦围上来，拉着我进了一户最大的院子。院子收拾得很干净，中间还架着一只烤羊，羊肉应该已经烤了不少时间了，皮肉焦黄，还滋滋地冒着油。一阵风吹过，那羊肉香顺着风往我鼻子里灌，特别上头。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全是硬菜，分量十足。我和宋菲菲还没吃几口，村里人轮番上阵，有哭诉说自己老爹被吓出心脏病的，有说自己娃半夜不敢上厕所，天天尿床的，还有个男的更离谱，说自己被水尸吓得不能人道，再这么下去，老婆就要和他离婚了。这村里人戏可真多呀！吃到一半，方耀大手一挥，上来了2个倒酒的年轻男孩，大一点那个20出头，小的那个看起来估计还没成年，都长得眉清目秀，一人穿了一件白色背心，露出瘦巴巴的肌肉。苦肉计、美食计，现在轮到美人计了。看来为了防止我们被水尸吓跑，石桥头的村民这是下足了功夫。吃饱喝足，我和宋菲菲跟着村里人来到了水库边。这水库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，一眼望去几乎看不到边际。今晚是个满月，月光给黑压压的水面镀上了一层柔和的荧光，让晚上的风景多了几分秀丽。只是水面上一艘巨大的游艇破坏了画面的和谐。游艇还是双层的，船头竖着一面高大的旗帜，旗帜随风飘扬，露出上头狂野的草书“灵珠号”。我无语地看着双手抱胸，一脸满意的宋菲菲：“你在满意什么？这游艇的甲板离水面有1米多高吧？水尸跑你船底下你都看不见，还找个锤子。”宋菲菲倒是很淡定，她一甩头扬起下巴：“台面懂不懂？”我这才看见游艇旁边还有一艘小船，船身是透明的，船头立着一根杆子，杆子上还挂着一盏码数极高的探照灯。这才像点样子，我满意地点点头，刚想转过头说话，却发现村里人脸色都变了。水尸出来了！方耀大喊一声，所有刚才跟着上来的村里人在眨眼睛消失得干干净净，仿佛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，只在地上留下了几只鞋子。宋菲菲抽了抽嘴角，我有句脏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水面上浮着一具女尸，她穿着条红色的连衣裙，露出雪白纤细的手臂和小腿，在水里泡了快1个月了，她却没有呈现出巨人观，还是一副刚落水没多久的模样。看着女尸的模样，我心里哇凉哇凉的。满月、红衣、孕期，这绝不是一般的水煞。宋菲菲脸色也很难看，她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灵珠，你看，她好像在发光啊！我凝神仔细看去，才发现女尸竟然主动在吸收月光，无数纤细的银色光线像蚕茧一样将她团团围住，看起来就像是她在发光一般。我恍然大悟，难怪刚才看她的皮肤白如雪，透似玉，她现在已经不只是水尸，而是朝着玉尸的方向升级了。玉尸
是什么诗？宋菲菲掏出了手机，打开备忘录，一脸好奇地看着我。御师有点类似僵尸中的金甲师，靠吸收月华修炼。他现在应该是刚转化为御师，还是初级模式。等到修炼完成，全身都会羽化，刀枪不入，铜皮铁骨。一般的七星剑、桃木剑砍在身上跟完似的，只惧怕天雷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他还是个水煞，咱们得在水里对付他。水能导电，一道天雷下来，他没嘎，我们先电死了。宋菲菲不说话了，半晌才抿了抿唇。那咱还接生不？接生自然要接的。这女尸煞气冲天，有一半原因是她腹中的胎儿。如果我能给她接生，让胎儿顺利出世，获得投胎机会，那她身上的煞气就能减少70%。摇人吧，把程倩的小丫头喊来。程倩家是灵媒世家，能沟通阴阳，聆听王语，完成鬼魂遗愿。对鬼魂来说，程家人算是半个自己人，鲜少有鬼会对灵媒出手。最重要的是，程倩缔结契约的守护鬼长得贼帅，希望这女尸看到帅哥能注意点自身形象，手下留情。城西学校离这不远，我打完电话，她二话不说就打车赶来了。我和宋菲菲则是下船准备祭坛，待会儿如果能顺利接生，我们得在第一时间把那鬼胎给超度了。我们刚整好东西，程倩那小丫头就赶到了，和她一起到的还有一个熟人林斌。看到我们，程倩很兴奋，灵珠姐姐，我在路上还遇到你朋友了，没想到你和林斌老师也认识，我特别佩服林斌老师，他打假的视频我每一期都看的。林斌脖子上还挂着个望远镜，他举起望远镜对着水尸看了一会，就捧着肚子笑了起来。哎呦，可乐死我了，这啥尸体啊？不会是个塑料模特吧？听你们说这尸体在水里都泡了1个月了，巨人观听说过吗？没听过就去百度一下。说完，他扯了扯额头上抹额，我这才发现他抹额上好像固定着一个小型的摄像头。见我注意到摄像头了，林斌得意地挑了挑眉，看到我身上的摄像头了吗？这些摄像头全都和我家的电脑连在一起。我说过，今天的事情我会全程直播，到时候你就等着在100万网友面前被揭穿真面目吧。我扫了一眼林斌，额头、领口、皮带扣，他身上装的摄像头还真不少呢。而此时，林斌的直播间人数也在疯狂上涨。我真的觉得那灵珠大师是个骗子。林斌说的对，什么尸体在水里泡了1个月，没有巨人观啊，真真假假的。过一会就知道了。不过这几个小姑娘胆子可真大呀，大晚上去水库里，我可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们看灵珠的小黄车了吗？符纸卖7、8千一张，一条红绳小2000，抢劫都没他快。坐等黑心骗子被揭穿，林斌老师威武。程曦气的脸都红了，他胸口上下起伏，气鼓鼓地瞪着林斌，你才是骗子呢。那是水煞，你懂什么？我不许你这么说灵珠。看到程曦生气，林斌更乐了。来，大家来看看，刚才我路上碰到的这个小丫头，还是个大学生呢，说自己是灵媒世家，灵媒，哈哈哈，果然骗子的朋友全都是骗子。也罢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找死的人不救。我叹了口气，对着林斌抬了抬下巴，行，不是要直播吗？那就上船吧。宋菲菲准备的船不小，船尾还放了祭坛。我们几人上船以后，我示意程倩把周玲放出来。周玲刚出来1分钟，就拉着程倩的手要跳湖。哎呀，周玲，有事好商量吗？周玲翻了个白眼，那女尸你们看到了吧？今天满月，阴气本来就重，她还是穿着红裙死的，煞上加凶，她娘的那煞气都快在她身上形成一层盔甲了，你们没看见吗？程倩人小力微，帮不上忙，告辞。哎呀，周玲，你松手，我不走，我要和灵珠一起收服那水煞。我忙拉着周玲的胳膊陪笑脸，鬼修宝典听过没有？谢必安写的鬼修宝典。这事办完我就把那宝典送你，到时候你修为1日千里，才能好好保护程倩，是不是？而且你放心，我肯定护好程倩，宋菲菲死都不会让她死。周玲板着脸，到底还是坐了下来。哎，孩子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，算了。林斌看看我，又看看程倩，你们在和谁说话？这么快就演上了，演技够可以的呀。陆灵珠，你不去拍戏，真是可惜了。周玲是程倩的气鬼，林斌作为普通人，自然是看不见的。和林斌一样一头雾水的，还有直播间面前的观众，大晚上看这个直播，真的有点瘆人，谁懂啊？我要是林斌的话，已经吓死了。另外3人好像都能看见那个鬼，但是只有林斌看不见。夜黑风高，水面浮尸，还有一个看不见的鬼，林斌真的牺牲好大。只要我不出被窝，这个世上就没有鬼能伤害我。怕啥？灵珠他们明显都是串通好在演戏的，真有鬼，他们还敢下船吗？我们几人都懒得搭理林斌，而是划着船朝女尸的方向靠去。每次一靠近女尸，那尸体就会朝着远处飘去，像是在和我们玩你追我跑的游戏。划了半小时船了，我们几人连那女尸的脸都看不清，光追在人家屁股后头跑了。林斌有些不耐烦了，陆灵珠，那塑料模特身体里是不是装了马达？你能别演了吗？这都多久了？正戏该开场了吧？演，我演你妈！老娘忍你很久了。宋菲菲忍无可忍站起身，一巴掌打在林斌头上，直播间的人顿时激动了。我靠，打人了！宋菲菲打人了！
有钱人真是嚣张啊，当着那么多网友的面就敢打人，估计是被说中心事了吧。刚那女士还拐弯了，你们看到没？如果那女士不是塑料模特，我倒立吃屎3斤。楼上的，要是屎不够，你尽管开口，我这人别的不行，拉屎特擅长。林彬被宋菲菲一巴掌打得人晃了晃，他气愤地站起身，百万网友都是我的证人，你居然敢打我，我要去告你。宋菲菲一听这话更来劲了，来，你去告我，一巴掌我给你100万，你赶紧去。100万，200万，300万，400万，啪！宋菲菲毫不犹豫抽了林彬4个大耳刮子，把林彬人都打傻了。他呆呆地捂着脸，一脸的羞愤。有钱怎么了？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？宋菲菲直接跳起一脚踢中他的肚子，500万！哗啦！林彬被宋菲菲一踢，身体一歪，失去平衡，竟是直接摔进了水里。直播间热闹无比，无数网友比林彬更加气愤。宋菲菲也太过分了吧？他凭什么打林彬啊？他为什么不来打我？我保证不还嘴啊！宋菲菲，你看看我呀，我不要100万，我50万就可以。楼上的，我出10万。滚！别破坏行情。菲菲爸爸，看看我，我500都行啊。卧槽，别吵了，那女尸动了。林彬落水以后，一直躲着我们的女尸突然掉了个头，像条鱼一样朝着我们的船快速飘来。林彬也注意到了，他划了2下水，伸手抓住船舷，语气中带着几分惊恐：快拉我上去呀！程倩幸灾乐祸地看着他，林彬老师，一个塑料模特，你怕啥？林彬都快哭了。我有深海恐惧症，网友们都很同情林彬，灵珠他们真的有点过分了。我也有深海恐惧症，晚上掉在这种黑漆漆的水里，真能要我半条命。为什么我记得林彬是个潜水爱好者？他好像经常去深潜啊。我有他潜水链接，笑得怪开心的。那这深海恐惧症，楼上的，虽然那女士可能是个塑料模特，但是大晚上这种场景是个人都会怕吧？林彬老师估计是拉不下面子，随意扯了个理由。不管怎么说，灵珠他们确实过分了。眼看着女尸就要飘到跟前了，林彬也吓得脸色惨白，他手脚并用扒住船舷，半个身体已经爬上了船。我靠，你们竟然真的不拉我，是不是人啊？啊！就在这时，异变突生，女尸的头发像水草一样疯长，一团湿漉漉的黑发直接卷住了林彬的腰，将他重新拉回了水中。救我！救我！我一个跨步上前拉住林彬的手。今天是月圆之夜，如果林彬死在水里，女尸的煞气会更重，到时候就更难对付了。而且现在有100万网友在看直播，如果林彬真死了，事情闹太大了，恐怕就不好收场了。女尸的力气很大，我拉着林彬，感觉像拉着一块即将坠下山崖的巨石。菲菲，砍他！宋菲菲抽出怀中的千年桃木剑，伸手戳了2下，一脸的为难，太远了，够不到啊。上大武帝前，宋菲菲捏着几枚铜钱，像暗器一样朝着林彬的腰间射去。那铜钱碰到黑发，发出一阵耀眼的火光，黑发瞬间收缩，我也趁机将林彬一把拉回了船上。林彬惊魂未定地坐在船里，手上还抓着一把漆黑的头发啊！他将头发甩到程倩脸上，又惊又怒地对着我狂吼：卧槽！陆灵珠，你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吧？我真的差点淹死，你想吃牢饭吗？人吓人，吓死人，知道不？为了不被我打假，你有必要这样骗人吗？我面无表情地眨了眨眼。什么？你说船上太热了，想下水凉快？好嘞，大威天龙！啊！卧槽！林彬被我一掌打进了湖里，刚好掉在女尸边上。此时女尸已经离我们的船很近，我也终于看清了她的脸。瓜子脸，柳叶眉，是一个特别清秀漂亮的年轻女孩，看样子也就30不到的模样。她的眼睛睁得很大，眼角还挂着血泪，死不瞑目。当林彬掉到她身边时，她突然直挺挺地坐了起来，就像坐在地上一样坐在水面上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她伸手掐住林彬的脖子，仰天一阵大笑，笑着，鲜红的血泪流了满脸。恶鬼弃械，不死不休！程倩慌乱地拉住我的手，灵珠姐，咋办？这水煞为什么莫名其妙就狂化了？真是晦气！我啐了一口，只能咬着桃木剑跳进了水里。此时的直播间热闹的就像过年，5星红旗，保我平安，恶鬼退！那女鬼坐起来的时候，我吓尿了，幸亏我灵机一动，把3岁的女儿搬到床上。现在我老婆正在一边骂女儿，一边给她换裤子。楼上的你真是狗啊！卧槽！你们看林彬的脸，我咋感觉他快被掐死了？这女鬼好像不是塑料模特呀，塑料模特手只能这么用力抓人，应该是个真人假扮的。这些骗子为了骗人，真是什么戏都敢演啊！什么样的骗子可以这么稳地坐在水面上，还能把林彬一个30来岁的壮年男人掐得毫无还手之力？我觉得这女鬼是真的，不说了，我先去放个大悲咒。我咬着剑游到女鬼边上，直接一剑劈在她抓住林彬脖子的手臂上。呵！女鬼朝我咆哮了一声，不得不缩回手臂。林彬见状，掉头就朝船游去。女鬼想追上去，却被我给缠住了。
他愤怒地朝我叫了2声，头发像武打片里的水袖一般朝我甩来。我纳闷不已，这女鬼好像是盯上林斌了，他是我们船上唯一的男人，难道他生前是被一个渣男所害？这女鬼十分难缠，在水中，我10成的武力值只能发挥出3成，打得我疲惫不堪。五雷天劫符啊！宋菲菲一道雷符下来，劈退了女鬼，也劈残了我。我全身一僵，快速朝着水里沉了下去，眼看着就要透不上来气，一个人扑通跳进了水里。宋菲菲拉着我回到船上，我瘫坐在地上瞪着她，你欺师灭祖啊！嘴唇被电麻了，说话有点哆嗦。宋菲菲讪笑着挠了挠头，嘿嘿，我这不是一时情急吗？林斌此时像死狗一样躺在船里喘气，他躺了半天才撑着手臂坐起身，嘴唇抖了半晌，才犹疑地问道：那女鬼真不是你雇来的演员？我没理他，而是转身看向湖面，波光粼粼的湖面一片寂静，那女尸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打了，接下来该轮到程倩出马了。程倩深吸一口气，站起身，拿出一个造型奇特的鼓铃，摇晃了起来，骨头相撞的沉闷声在死寂的湖面上响起。程倩站直身体，开始喊话：漂亮姐姐，做厉鬼每日要受罡风之苦，日灼之痛，你忍心让你的孩子也跟着你一起吃苦吗？他胎死腹中，7月而亡，无名无姓，不入轮回。如果你愿意让我们替你接生，让他平安落地，那他就能去投胎转世，我和鬼差大人相熟，托他们给你孩子找个好人家，让他下辈子衣食无忧，平安喜乐，不比在江上飘着好。程倩话还没说完，林斌发出一声嗤笑，被我瞪了一眼以后没再说话，只是眼神中透露出几分不屑。虽然林斌是灵珠踢下水的，但是我觉得踢得好爽，他真的太烦了。楼上的我懂，灵珠奋不顾身跳下水那一下，帅呆了好吗？帅个屁呀，他那都是演的，林斌才冤枉的，好好的掉水里2次，看着不像演的。你们听那小姑娘摇的鼓铃，她那铃一响，我爷爷的遗像都从墙上掉下来了。卧槽，我奶奶的遗像也突然摔到桌上了。你们那算啥？我也昨天刚走，明天下葬，我做灵堂守夜呢，她的骨灰盒盖子突然弹起来了。卧槽，我真的魂飞魄散，我怀疑我也想把我带走。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，直播间的人数却越来越多，无数人蹲在手机前，又期待又害怕的等着我给女士接生。水面上没有动静，我想了想，也拿出兜里的铜铃，跟着程倩的鼓铃一起摇晃。我知道你是被人害死的，你放心，等帮你接生完孩子，我一定替你找到凶手，到时候咱们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我是内毛亲传弟子，刚才的五雷天劫符你也看到了，如果我真想灭了你，早就把你打得魂飞魄散了。程倩的气鬼周玲也站起身，对着湖面喊话：姐姐，你上来吧，我们没有恶意。姐姐，你就不想看看肚里的宝宝吗？不想知道是可爱的男孩还是漂亮的女孩？周玲喊了2遍以后，湖面终于有了动静，女尸再次浮出水面，并朝我们船的方向飘了过来。我心下一喜，成了，看来这女尸还保留着几分人性，没有完全失去理智。当她飘到船边时，我跳下水，将她抱上了船。她的身上很冰，我抱着她就像是抱着一个大冰块，冻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。女尸躺在甲板上，左手紧握成拳头，好像捏着什么东西。我轻轻地掰开她的手，发现她的手掌中躺着一个闪亮的吊坠，看起来应该是条项链上的。哎呀！林斌突然身子一晃，朝我撞来，直接撞飞了我手中的吊坠。还好我身手敏捷，一个海底捞月把吊坠捞了回来。他不好意思地摆摆手，对不住了，我没坐稳。我忍不住瞥了他一眼，刚刚看他的表情，好像很遗憾。这女士好漂亮啊，看着很年轻嘞，这肯定不是塑料人，谁家塑料模特能做成这样？哎，不知为什么，看到她我心里有点难受。刚才她手里握着的吊坠，你们看了吗？是卡地亚的猎豹头，我好像之前看到有人戴过。哎，镜头怎么有些闪？哎，卧槽，黑屏了。主播呢？直播断了，林斌没站稳，再次摔进了水里。等他出来时，身上的摄像头都不见了。他喘着粗气坐在船侧，垂着头一言不发，一副累坏了不想说话的模样。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将项链收进了包里。女尸已上船，接生仪式可以正式开始了。我让宋菲菲备好祭坛，再掏出一块干净的黄布，让女尸躺在上面。林斌，你转过身去，我要接生了，你不能看。我不看，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造假？我冷哼一声，踢你下水和转过身去，你选一个。林斌闭嘴转过身，我让宋菲菲看好他，和程倩一左一右坐到了女尸身侧。夜产阴灵，必去阳关，子女落地，赋予人名，入道轮回，早日投胎。香烛燃，阴胎出。我念完咒，那女尸就张开了双腿，肚子也和皮球一样鼓得越发大了。程倩坐在一旁握着女尸的手，另外一只手则是不住地摇晃着鼓铃。姐姐加油，孩子就快出来了。我将手探入女尸裙底，摸到了一个圆滚滚的肉球。快出来了。正当我和程倩激动不已时，林斌突然站起身，朝女尸扑了过来，手中还握着把不知道从哪来的桃木剑。我一脚将他踢翻在地，伸手护住了女尸的肚子。
桃木剑用力戳在我手背上，手背上很快泛起一片红肿。宋菲菲一把扯住林斌的衣领，劈手赏了他2个大嘴巴。我靠，你他妈疯了！破坏水师产子，我们都得死！但是已经晚了，女尸隆起的肚子再度缩了回去，她并拢双腿坐起身，直接跳进了水中。程倩都被这一变故搞懵了，她呆呆地看着林斌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破坏女尸产子？他不是想破坏女尸产子，而是产子时是女尸最虚弱的时候，他想趁这个机会让他们母子魂飞魄散，永不超生。林斌沉着脸坐在一边，他朝我阴森一笑，被你看出来了呀，陆灵珠，你倒是真有2把刷子。宋菲菲和程倩都惊了，什么意思？他知道这是真的女尸，刚才的一切都是演的。他为什么想灭了女尸？我揉了揉手背坐起身，自然是因为他就是这孩子的爸爸。林斌哈哈大笑，似乎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笑话一般，连眼泪都笑出来了。陆灵珠，你疯了吧？我举着手中的吊坠挥了挥，我疯没疯，明天就知道了。这吊坠上有编号，店里肯定有你的购买记录，到时候对一下就行。而且这女孩应该是你们老家人吧？派警察拿着她照片去查一下，村里认识她的人肯定不少。林斌不笑了，他面带讥讽，眼神中凶光毕露。你知道的太多了，你没看过电视吗？知道太多的人都是没什么好下场的。宋菲菲看他这样，悚然一惊，摆出一副害怕的模样，朝我身后躲了躲。我靠，你不会想杀人灭口吧？啊，对，直播，你不是还在直播吗？网友会报警的。林斌咧了咧嘴，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什么直播？早就被我关掉了。你们该不会以为我一个人就敢上船来吧？突突突，水库沿岸响起了马达声，一艘船正乘风破浪而来，速度极快。我扬起脖子看了看，船上站着4、5个灰扑扑的人影。我对着林斌叹了口气，林斌，回头是岸，你现在收手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那女孩应该是你在村里的对象吧？我看你面相少年穷困，但是才心得位，是靠着女人的资助才上完大学的。上完大学以后，你认识了现在的老婆，一个白富美，于是你就让她在农村老家等你，自己在大城市结婚生子，当了网红。后来你农村的老婆听到了风声，赶来这里找你，你就把她杀了，扔到这个偏远水库里。你应该是把她绑在麻袋里的，袋子里还塞了很多石头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尸体居然能飘上来。飘上来以后，你随时关注着这个村里的动静，见有村民找到我，这才跳出来要打我的假吧。啪啪啪啪，鼓掌声响起，林斌坐在位置上用力拍着手掌，厉害厉害，居然能把事情猜得8、9不离10。也罢，就让你们死之前当个明白鬼吧。你还有什么想问的？我心中确实有许多疑惑。我看那女子面相，这孩子是她的第1胎，但是她子息宫饱满，瞳仁黑白分明，分明是个异孕之象，为何跟你在一起10几年，今年才怀孕？林斌嫌弃地呸了一口，一个农村蠢女人有什么资格生下我的孩子？我给她买了避孕药，让她每日服用，今年过年回老家，这蠢女人要吃完了居然不说，真是晦气！我他妈打死你！宋菲菲刚要跳起来，就被我按了下去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！我侧身一看，程倩正用力磨着牙，因为太过愤怒，一张包子脸都扭曲变形了。我拍了拍她的手背，继续问林斌：“你那些打假视频都是假的吧？是一些公司的竞争对手买通你，恶意抹黑那些商家？”林斌摇摇头：“这你可就猜错了，那些打假一半真一半假吧？不过我收人家钱也是为了活下去嘛。只有活下去，我才能揭露更多的真相，都是为了老百姓考虑啊，他们应该感谢我的。好了，你问了这么多问题，现在轮到我问你了。陆灵珠，你那么会算，有没有算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”林斌哈哈大笑着站起身。这时另外一艘大船已经停在我们边上，船上站着4个彪形大汉，全都穿着电鱼水裤。见到林斌，其中一人伸出手，一把将林斌拉上了他们的船。我仔细看着这船，船身上用朱砂描绘着镇煞符，船头和船尾都挂着驱鬼幡，船的8个方位则是挂着8面八卦镜。看来林斌这是早有准备啊。女尸不知何时再次浮出了水面，就飘在离我们不远处。林斌看到女尸，嫌弃地皱了皱眉：“林桃花，活着时你拿我没办法，不会以为做鬼了就能伤到我吧？我能杀你1次，就能杀你2次，哈哈哈哈！来人，下电网，电死他们！”我从位置上站起身，程倩惊慌地拉住我的手：“灵珠，不好了，船好像在漏水。”听到这话，林斌笑得更得意了：“你们这几个傻子，不然以为我为什么要和你们废话那么长时间？我在偷偷凿船啊！哈哈哈哈！几个小丫头片子，还真把自己当大神了。哎，不过你们几个都挺好看的，就这么死了，确实怪可惜的。可是谁叫你们知道的太多了呢？”我站在船上，仰头看向林斌：“知道真相的人都该死吗？那你可能会有点忙，因为知道真相的除了我们，还有100万网友。”我指了指船上的栏杆，还有宋菲菲脖子上的项链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不是只有你准备了直播。宋菲菲怕林斌假装直播，恶意剪辑，所以精心在船上准备了很多摄像头。
他的摄像头自然不是林斌的可以比的，那叫一个360度全方位无死角，不但拍得清，还有夜视功能，就连音频也是全程同步。此时在直播间早就骂声一片，群情激愤，卧槽，救命啊！我怕粉明星塌房，就粉了个正义之星打假主播，结果这不是塌房，这是地震啊！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渣男？我出1块钱，血书求灵珠大师弄死他呀！灵珠大师没开玩笑，求你弄死林斌。法庭上我可以去给你提供不在场证明，出事情时你在我家吃饭呢，我全家都能证明。你们别只关心林斌，你们关心胖哥呀！胖哥快出来喂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喂。林斌面无人色地站在船上，他的脸一会青一会白，呆怔半晌后，他咬牙切齿地转头怒吼：给我弄死他们！快，全都弄死！站他旁边的男人一巴掌抽在他脸上，抽得他原地转了个圈。你他妈当我傻逼呀？这可是在直播，你叫我弄死谁？说完他就对着我们举起双手，我自首，我就是来电鱼的，电鱼是违法，这事情是我不对，我还没开始电就受到了良心的谴责，警察同志，我这是犯罪中止，我自首，警察同志。他身边几个男的听到这话，也争先恐后的举起了手，警察同志，我太奶刚托梦给我了，说杀生是不对的，我错了，警察同志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杀鱼了，我检举揭发呀，警察同志，卖我电鱼水库那个老板，他也在偷摸电鱼，我马上开船带着林斌去警局自首。请广大网友给我作证，我立功了。几人喊了一通话以后，把林斌捆成了一个粽子，然后驾着船迅速朝岸边开去。而在他们的身后是紧紧跟着他们的水师，看样子这水师是要上岸了。水师是不能无故上岸的，他们死于水中，也困于水中。一旦上岸，就像鱼离开水面，要承受岸上罡风之苦。待的时间长了，连鬼魂都要被吹散。这水师是打算和林斌同归于尽了。别愣着了，追啊！我大喊一声，拼命滑动手中的船桨。当初为了不惊扰水师，我让宋菲菲特意选了艘动静最小的船。现在动静是小了，但是能把人划得累死。宋菲菲使出了吃奶的劲，卧槽！灵珠，这船好快！程倩都快哭了，真的快，沉得好快。还没等我们到岸边，估计船就沉了。沉什么沉？周玲，你别愣着了，把船里的水舀出去啊！周玲作为新鬼，还只能触碰到一些非常轻便的东西，桨板太重了，她拿不起来。我扔给他一个碗，他开始拿着碗拼命朝外舀水。是我眼花了吗？还是真的有一个碗在空中飘来飘去？这个碗为何有些面熟？卧槽！卧槽！北宋定窑刻连纹大碗，这碗咋了？楼上激动啥？没啥，上一只长得差不多的碗在香港拍卖会上拍了2400多万。以后再有人说灵珠大师骗钱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我全家加起来没人家一个碗底值钱，他骗我图啥？但是他们3个划船的样子真的有点搞笑，宋菲菲累得舌头都要吐出来了。网友们都很热情，直播间里弹幕横飞，就像我手中的桨板。拼死拼活，船还是在离岸边还有20多米远的时候沉了。救碗啊！如果我老婆和这个碗同时掉进水里，我去救我老婆的话，她做鬼都不会放过我。你们看，灵珠他们在游泳，碗不见了，碗沉了。天哪！不，我不能接受，请告诉我这不是真的。大家快看，碗又飘起来了，它飘在了空中，跟着灵珠他们。直播间画风突变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来到了奥运会现场，无数人因为碗的得救激动不已，捶胸顿足。不过此刻我的心思都在岸上。林斌敢一个人来湖里，他身上肯定带了不少东西。当了那么多年网红，他身价不低，而且从刚刚的船上就能看出来，他确实找到了高人帮忙。上岸的女尸不一定是林斌的对手啊！我将腿蹬得飞快，只恨爹娘少给我生了几条腿和手臂。奋力游到岸上后，看到眼前的景象，我心下一凉。林斌死状凄惨的仰面躺在地上，七窍流血，胸口处开了一个大洞，里头空空如也，心脏已经被人掏空了。而他边上则是趴在地上一脸恨意的女尸，她身上的煞气淡了很多，更有点白光从她身体里溢出，就像是漫天飞舞的萤火虫。这些白光就是她的魂魄林桃花。这个可怜的女人很快就要魂飞魄散了。我心下大痛，林桃花看到我，眼神中突然露出了几分希冀。她手脚并用向我爬来，嘴里不停地发出可怕的呵呵声。灵珠，他想让你帮他接生。程倩和宋菲菲也赶到了，程倩累得一屁股跪坐在地上，却还是努力掏出了手中的骨铃。我将怀里的铜铃扔给宋菲菲，抱着女尸来到旁边平缓的草地上。随着悠远清脆的铃声，我的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中传出很远。夜产阴灵，必去阳关，子女落地，赋予人命，入道轮回，早日投胎。香烛燃，阴胎出，阴胎出。啊！随着林桃花的一声惨叫，一个通体紫黑的婴儿落在我的手掌上。我对着月光高举婴儿。癸卯年庚申月辛丑日庚子时，林桃花喜得男婴，复名林狐生。
婴儿落地，有名有姓，可以入轮回投胎了。我将男婴放入林桃花的怀中，她小心翼翼地抱着男婴，仿佛抱着什么稀世珍宝。此时，她身边的白色光点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密。随着一阵风吹过，白光被吹落到了水库中，和月光交相辉映，月色如水，寂静而安宁。我转头看向林桃花，她已经安详地闭上双眼，嘴角还带着一抹心满意足的笑。呜呜呜呜！宋菲菲扔掉手中的铃铛，抱着程倩大哭：“林桃花，你死得好惨啊！拼着魂飞魄散生下的孩子，还要被灵珠取名叫林狐生。林狐生，呜呜，为什么会有这么难听的名字啊？”我气急败坏地走上前，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：“湖边生的不叫林狐生叫什么？你行你来！”宋菲菲不服气地跳起来和我对打，打一招喊出一个名字：林景成、林修然、林浩苗。